里就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位观众啊，他说是不是对生命不满的人才会想开悟啊？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，就是像佛陀当年讲的，也是很多是从苦这个来入手的，就离苦得乐，这是一个关键，就是觉得故事里面太苦了，游戏里面太痛苦了啊，不想玩了，我想跳出来。这里好苦，这里好苦我不想啊，每天都要做这些事情，拜托啊，让我离开吧，我好想开悟，我怎么样开悟啊？真的是太苦了。这是一种，对啊。那另外一种是觉得，如果故事里面是一场梦，这个如果是一个游戏，那游戏外到底是什么？真实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一切都是虚幻的，那什么是真的？很想去知道，那这是一种。我当初是属于这种，你是属于这种。我不是觉得人生哇苦到受不了了，想跳出来。我是觉得，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那到底真的是什么？想知道。那你怎么会这样想啊？让你这样想的契机是什么？就是。如果一切都是虚幻，那真实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求个明白。你从哪里听来一切都是虚幻？就是从佛经里面。你什么时候接触佛经？从当兵的时候就接触了。当兵，墨子的小故事，未来有机会再分享。对呀，刚刚就是讲了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太苦了，然后受不了了，想要跳出来啊，想要离开这个苦；另外一个就是想求真，什么是真实的，想要知道，然后想要去跳出来。可是又为什么这些想跳出来的人没办法开悟呢？就不容易开悟啊？因为开悟的讯息实在是太少了，碰到真的讯息的机会非常少。就对啊。现在外面讯息实在太多了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开悟的讯息？真的是很少。外面很多讯息混杂在里面，都是有问题的。都是很多内容的。其实。偏偏越多内容的越不是的。那能够传递这样讯息的人，古时候啦，佛陀就把它称为善知识。善知识就是能够提供你正确的知识的叫善知识。那一有这样的善知识出现，是每个人都能受益吗？就你想要了解解脱的这个解脱道的人，都能够受到好处，都能够受到益处。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明明遇到善知识，却都没办法受益啊？第一，他跟这个善知识可能他的想法不契合，因为每个人活在世界上，看所有的事情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看待事情。那所以他的信念可能跟这个善知识所提供的讯息，落差比较大，所以他就没办法契合。另外一个就是佛陀讲的五毒里面，贪嗔痴慢疑。贪就是贪心嘛，贪求一切；嗔就是生气，对，就是抗拒；痴就是搞不清楚状态，叫做痴；慢就是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傲慢；然后疑就是怀疑。所以讲到这个最后两点，就比较会讲到，就是傲慢跟怀疑，就是你非常的以为自己才是很了解的。所以你遇到这善知识，你也没有办法去真的去体会到那个是善知识，因为你自己就认为自己很行，然后自己的理念才是正确的，你不愿意去看仔细的去看看，到底什么才是真理，就是你对真理的，你没有去真的放下你的自我去看待一切，然后才判断说什么才是真的。贪嗔痴慢疑、傲慢跟怀疑，这两个是五毒里面的最后两毒，这个就会让你远离真正的善知识，因为你自己傲慢，然后你就无法找到真正的真理，你以为自己就是很行，所以当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我才是真正了解的，这不行。这不行啦。然后我来看一下，这到底真的假的？我来看一下，这真的假的？我觉得，目前还算是 OK 啦，就还是我觉得不 OK。目前 OK， 目前没有什么让我抓到的地方，目前就不会去批判了。到底 OK 什么？OK 便利店。但是不管批判或不批判，就是那个对还是不对，如何去认定呢？你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别人的想法有问题，所以你只抓着这个，你就没办法看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理。我入戏太深了，我都很爱演，很会演。对啊。然后我真的就感觉自己频率就是那种好像在那种状态，那种傲慢的状态中。真的是有感觉有能量，就不舒服。好。如果我真的演很久，会不会被同化？演就是一种模拟嘛，你模拟成那个样子，那当然就会有那个频率啊。对啊。大家应该
看我刚刚演会觉得很不舒服吧？就是那嘴脸超讨厌的，演太真了。等下演太真了，信以为真啊！原来乔乔怎么这样啊？乔乔这样会这样，就像那个演员演坏人，结果那个演员出来就被骂是坏人，很讨厌。刚刚讲到这种就是傲慢，那疑的就是怀疑，就是对一切都是觉得，我觉得可能是假的，我怀疑这不是真的。可是你如果真的能够参透真正的道理，那或者说你能够参透什么是真理，那只是有真跟假的分别，就是有真理跟非真理的分别，而不是有那种需要去怀疑。你完全不需要怀疑，就没有疑惑。当你没有疑惑的话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你可以去提倡真理，但是你不会去批判非真理，就不会有疑惑。是你有疑惑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说，这可能是假的啊，这不是啦，乱讲啊。一切都是在一种模棱两可的一个状态，那这个就疑，就没有办法知道真相，就会疑，就怀疑。怀疑的道理就是用一种很不能确定的状态去看事情。我不确定你是假的还是真的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理，我不确定这是什么，我不确定。就像我们拍影片这么久了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那就会看到有些观众好像是来考我们，或是来抓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不是我在说，是那位观众自己说，就跟其他人说他正在看我们有哪里出错的地方，他要抓出来。这是意思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出他认为的错，但是他就是要仔细找我们出错的地方。那既然没有出错，为什么要找出错的地方？这是一个很妙的地方，就是很有趣啊。有啊，他就算哪里他有说哪边错了，哪边错了？那你可以拍个影片来宣扬正确的啊。你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是那么正确，那你就去拍影片来宣扬正确的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就是一切你只是实际上去体会。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要的，那你就可以说这不是我要的。因为很多事情它非常的简单，就简单到完全没有内容。就像开悟这件事，简单到完全没有内容。既然没有内容的事，那我们正在说一件没有内容的事，然后我们说没有内容，没有内容。然后你如果说你讲的有问题，没有内容怎么会有问题？有内容才有问题啊！我们在讲一件没有内容的事情，没有内容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有问题。问题是我绝对会出在内容是不正确的。偏偏我们讲的是没有内容，我们告诉大家不解释，把内容放掉。这时候问题在哪里？它不会存在任何的问题，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你要还是不要？你可以选择不要，而不是对还是错、正确与否。没有内容何来正确与否？有内容才有正确或不正确。所以这个其实是处在一种疑的状态，参差痴慢疑的状态。就你连没有内容的东西你都会怀疑，而不是怀疑说它内容是正确不正确。如果去怀疑没有内容的事情，这是纯粹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信念。这样就没办法遇到善知识了吧？就他可能真的说假的，假的说真的。因为我们说显化也好，说真理也好，你必须要让你的频率处在跟某一个状态接近，你才能够吸引那个相关的人事物。你如果要解脱，那你就要把自己放在我真的要解脱，然后而且很解脱的这种感觉，然后你的频率就会朝向于解脱这边。那你吸引的一个。不管是善知识也好，名师也好，那一个朋友也好，一段影片也好，你看到你就是解脱的一个讯息，你能接收到解脱的讯息，那你也吸引到一个是讲真正解脱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是善知识，而不是处在一种不是解脱。你去看待事件，然后你用你的事件，用你的眼光去评论世界，这只是贪嗔痴慢疑，而不是真正求解脱。你真正求解脱，你只是每分每秒你会去看自己的念头这个不是，这是我被我看到的，这个不是。有一些人都会说，但是网络这么发达，资讯大爆炸，很多有关开悟觉醒的资讯，当然要谨慎小心，当然要怀疑要质疑不能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检验的标准非常简单，你看他讲的是让你跳出信念还是建立信念，只要是建立信念就不是，然后只要让你产生更多的内容那就不是，什么如果他在讲解脱这个又掺入一些别的东西，神通气功什么东西，然后这就不是，我们讲的很清楚，我们玩的就是一边气功能量开天眼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提供，但是那是玩的部分，你要解脱的部分完全没有内容，干干净净。
那你在别的地方听到，如果解脱这个地方是有第一有内容的，然后第二它是让你建立信念的，而不是从信念中解脱出来的。第三叫你投资，第三叫你投资很多钱，那这就绝对不是啦。所以判断的标准非常简单，你用佛经上去判断就好了。佛陀的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话是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就是所有现象都是虚妄的、虚幻的。从这个点去看检验对方讲的，他讲的是说一切都是虚妄的，然后所有的相都是虚妄，它是让你离相的还是着相，这个就非常的清楚。如果你执着啊要有什么气功，要什么东西，然后才能够解脱，那些就是着相。然后让你从所有内容中解脱出来，不解释，这个就是离相的。着相的跟离相的分得清楚，那你就可以分辨网络上所有的讯息，甚至是不是真的善知识，你都能够分辨得出来。那为什么偏偏是某部分的人没办法遇到善知识啊？有一些人就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主要你的发心是什么？主要你的信念是什么？主要你的出发点是什么？你的出发点是在于我要解脱，并且把解脱带给大家，然后这个出发点就会让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。如果你只是想说哦，我要学点什么，有时候我们的自我会非常的狡诈，我们的小我，它会让你学很多，即使是有关于解脱的讯息，其实只是用来包装自己。你看我很解脱，你看我学得很好。很解脱是什么？很解脱是什么？解脱是什么？连解脱都可以被小我包装，然后来贴自己，来填补自己，很解脱，我很解脱。所以当我们去以小我的观点去学习这些有关于佛法也好、解脱也好、开悟也好这些讯息的时候，它不仅没办法让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它会让你吸引到同样是基于小我欲望而来的人去教导你啊。这个你以为是善知识，他跟我好契合，为什么好契合？因为你是基于小我为出发点的去显化出来的老师，所以这个老师你会觉得很契合啊，他可以教导我。哇，好契合。那为什么契合呢？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，你站在什么频率去显化出来的。我们没办法遇到善知识，是因为有业障。这业障怎么来的？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小我的想法而来的，而形成的障碍。业障重。业障重了。那怎么办？所以要先消化掉业力，还是才能遇到善知识吗？真正遇到善知识，其实你只要把你的频率调整到会遇到善知识的频率就好了。那什么叫调整到会遇到善知识的频率？那也是把你这个之前的因为错误的信念所产生的业障所去消除。消除业障不是说啊我做一些什么好事消业障，不是，是要把你的频率调整到正确的位置。那你之前因为这些不正确的信念所形成的障碍叫做业障，它就会不见了，就会变成正确的一个方向。什么是正确的方向？就是很单纯，我只是要解脱，并且我很希望我解脱之后，我解脱的这些信念，我可以去分享给大家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解脱是一个完全脱离的，它不会有任何好处。但是你一旦想说我会得到什么好处，这个就会偏离了，这会被小我去利用。所以解脱它是一件没有好处的事情，它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情，它是一件完全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事情。这个要先确认下来。那你就会去感召，去显化一位完全让你得不到任何东西，只是跳进那个空的这样的一个善知识，而不是让你因为想得到一些任何的好处，然后那个师父就会吸引来，就会让你得到一些好处，你会得到很大的神通，你会得到很多的东西，这些当然可以啊，这是在世间玩的，但是它不会让你能够解脱。所以你吸引的老师是让你很多东西的，还是完全脱离而没有任何内容的？这个就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的频率调整到我无所求，我只是要完全从游戏里面跳出来，而不是在我求一个解脱的这个境界。那其实解脱的境界也是一个境界，它只是游戏里面的东西。这时候你就会吸引到一个可以提供你某种境界的老师来。那你还以为这个是解脱的，其实只是你自己内心气功禅。对啊，执着了境界，想要得到什么。所以自己要审视自己的内在，就是我是要得到的东西，还是要完全从游戏里面解放出来？我要的是真理而已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内容。
好，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拜拜。